凌晨时分，一支体内含有高浓度咖啡因的小队，不仅没有悄悄地溜走，竟然还配备了军乐队，大张旗鼓地往华盛顿火车站前进。很快冲突发生，尽管交火的时间很短，但还是造成了12名公民和4名士兵死亡。这标志着美国内战的第一场流血事件。或许只要少喝一点咖啡，结果可能会大有不同。大家好，这里是沃尔的咖啡频道，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因咖啡引发的内战，又因咖啡而结束的战争。首先，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852年，一本叫《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书在美国引起轰动。故事中，汤姆叔叔作为奴隶的悲惨故事，让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再次群情激昂。彼时作为总统的尼勒德·菲尔莫尔却通过了逃奴法，要求尽快将逃脱的奴隶送回给奴隶主控制。这个法令直接让他的声望受损，更加剧了党派的南北分裂。时间来到1861年的2月，战争爆发前的2个月，已经当选总统的林肯为了前往华盛顿，不得不乔装打扮成了一个坐轮椅的老人，在艾伦·平克顿的保护下，穿过冲突不断的巴尔的摩市。凌晨4点左右，终于来到了卡姆登站，分裂已经无法弥合。巴尔的摩作为南北割裂最严重的城市，甚至影响了国家交通。从纽约出发，想要去华盛顿，终点站却是在巴尔的摩市的总统街车站，而连接该市与华盛顿的车站却是在卡姆登站。乘客必须步行穿过巴尔的摩市中心，才能赶上下一趟火车。这也间接为第一次流血事件埋下了种子。北方联邦军队的指挥官是本杰明·巴特勒，他恰好是一位咖啡狂热分子。他知道咖啡因有提神的作用，甚至让他的部队用咖啡来代替食堂里的水。2个月后的某日晚上，一列火车抵达总统街站，巴特勒的部下爱德华·琼斯上校带着他的队伍需要穿过这座支持奴隶法的城市。琼斯预测会受到民众的侮辱，甚至可能是袭击。他告诉部下不要与愤怒的暴民交战。于是凌晨时分，一支体内含有高浓度咖啡因的小队不仅没有悄悄地溜走，甚至还配备了军乐队，大张旗鼓地往华盛顿火车站前进。很快冲突发生，尽管交火的时间很短，但还是造成了12名公民和4名士兵死亡。这标志着美国内战的第一场流血事件。于是战争爆发。尽管咖啡在战争起因中扮演了次要角色，但它对战争结束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内战爆发后，联邦军实施了蟒蛇计划，通过当时最大规模的海上封锁，阻止进口药物到南部10个海港，不仅限制了南部联邦的武器、弹药，当然还有咖啡的供应。加上南方粮食欠收，直接导致了南部的恶性通货膨胀。与此同时，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等港口为北方联邦士兵提供了战争所需的丰富物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咖啡。因为在1832年，很有远见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就用咖啡取代了军队的酒精配给，向联邦士兵发放36磅咖啡。联邦军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这种苦味的饮料。联邦军队的咖啡消耗量如此之高，甚至还为此发明了一些装咖啡豆的夏普步枪，枪托中内置一个小型研磨机，方便士兵一边瞄准一边研磨。于是在美国惨烈的战场上，会看到联邦军营地里闪烁着数千个小篝火，这些小篝火都是在煮开水，以供早餐的冲泡咖啡。说到战时咖啡，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上一期所讲的 Folgers 咖啡品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我们上期的视频。而由于没有咖啡，南方联盟军队开始尝试用其他煮沸的混合物来代替咖啡作为提神饮料，比如菊苣、橡子还有蒲公英，显然这些都不会有任何的作用。而烟草作为南方种植面积仅次于棉花的第2大作物，最后取代了咖啡，成为南方士兵的首选恶习。虽然联邦的封锁有效地限制了流入南方的咖啡，但也阻止了烟草的出口，这就使联邦军队对烟草产生了渴望。于是战场上就出现了北方联邦咖啡壶炽热火焰的对面是南方联盟烟斗的星星点点。这种共同的资源匮乏导致了经常浪漫化的休战，彼此交换货物。慢慢的，在拉帕汉诺克河沿岸和维克斯堡等地，此类贸易故事比比皆是。这种小规模的休战却并没有结束战争。由于咖啡的匮乏，南方军队频频饮用生水，士兵们开始出现痢疾。煮咖啡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恰好烧死了水里面的细菌，减少了痢疾的传播。无论一场痢疾是否致命，但对于一个排便带血、肚子绞痛的士兵来说，即使上了战场也是炮灰。因此，当联邦军队贪婪地喝着咖啡的时候，无意中保护了自己免受水污染带来的细菌侵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联盟军队的士兵越来越缺乏健康，因病死亡的人数甚至高达45万人，是战场上阵亡人数的2倍。于是1865年，咖啡因含量高的比利杨克最终击败了患有痢疾的约翰尼雷布。一场由咖啡引发的战争，最后也由咖啡结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